我教你打招呼的话，你还记得吗？全部记住了。你好就是笨猪，谢谢就是没事儿。Merci。哦 ，merci。对 ，merci。merci。哦，对对，还有法国人常说的那个 salut。你知道 salut 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这就是生活。哦，好了。这就是生活。你跟欧洲人打交道的时候啊，要看着人的眼睛表示尊重，但是呢，也别离太近了，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咱们不卑不亢的就可以。行，记住了。万福，这回你帮田先生做事儿，挺危险的，注意安全啊。行。其实吧，我帮他做事儿不光是为了钱，这要搁以前的我，这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那你这一次为什么愿意帮田先生了？因为旅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田先生吧，跟咱们旅长应该是同一种人。这2颗糖你揣兜里。我揣糖干嘛？我怕你喝咖啡喝不惯，那你就偷偷的含一颗在嘴里，别当着面含啊。还不走吗？哦，那我走了，夫人。哦，对了，那个太阳下山之前一定要把那个尿介子收了，要不然反潮。还有，你跟太爷说一声，那棵歪脖子树下边不能再晒芥子了，那上面有毛毛虫，我怕毛毛虫那毛毛飘到芥子上，到时候扎了月明。走了。La vie，这就是生活。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先生，我不明白，您要拆厂，为什么非要跟工藤合作呀？我的机械厂被军管理着，进驻自己的厂也需要办理出厂证，只有工藤能帮我解决。我已经跟他谈好了，跟他合作办一个新的泰来机械厂，在新厂址关厂，需要把老的泰来机械厂的机器拆解、翻新。田先生过来了，啊，老样子。我明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受阻的自由进出工厂了。搬新厂，还要去欧洲订购新的机器，这样一来二去，可以腾挪出半年的时间。您这招叫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陈仓。一会儿我们要见的人叫奥兰德，贿赂日本军官，负责打通从浦东到浦西的偷运关节，都是他出面。只要货物到了租界，一切都合办。明白。奥兰德先生，这位是孟先生。绷住。简先生，咱们长话短说，机器你们负责拆，我负责押运我从浦东到浦西的关卡，别的我不管。运费是1000块一吨。1000块一吨？不是，那工厂机器好几百吨，那不得几十万啊？你的条件我接受，具体的事情你来跟孟先生一起办。孟先生，我真的是刀剑舔血的钱，
虽然通过行会打动必要关节，但投影只能在深夜进行，意外和危险随时会发生。还是我们的命运已经想在一起了，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你明白吗？明白。奥兰多先生，这是您的第一笔佣金。孟先生，1个星期后，半夜2点整，我们再见。先生，这个奥兰多看着挺危险，你发现了吗？他右手一直揣在兜里没拿出来，他装的什么东西啊？我觉得是香肠。那我觉得是胡萝卜。洋鬼子都爱吃那玩意儿。这说明他专业谨慎。哦，对了，您还记得我跟您说过那黄瞎子吗？就是那个军种暗杀团那个，我跟你提过的。你要跟他见面吗？他给他们的上峰汇报了咱们这次拆厂的行动，重庆方面给他回话了，说非常支持我们的行动，而且在接收货物、机器和工程师方面会给予一切的帮助，而且他们还表示，如果说这件事大功告成的话，希望您能撤退到重庆。重庆。大夫，我要谢谢你。您谢谢我什么呀？上一次增收楼，你推了我一把，躲过了子弹。先生，我也谢谢您。谢我什么？谢谢您，这么长时间才想起这件事儿。他们跟我说抓了一个奸细，原来这奸细是宇峰兄你呀。上次在武汉江边咱们分开的时候，你说你要去豫皖，之后呢都做了些什么？到了地方以后啊，我就接到了一个任命，任命我为新四军第1支队独立团的团长。好嘞，我就马不停蹄赶往茅山，因为去年秋天陈毅同志在茅山刚刚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你去了茅山啊？我记得茅山离南京不远呀。对，哎，你们新四军还真是不容易哈，就在鬼子眼皮子底下。说来话长啊，这个蒋介石，哎呀，谢了。虽然美国同意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允许新四军参加抗战，但是他呢，也同时耍了一个阴谋，就是限定我们只准在一定范围内抗日。我们新四军除了军部以外，有4个支队，每个支队都被限定在一个小框框里边去活动，不许我们招收青年参军，不许我们征收公粮和税款，不许我们过问地方的行政。云奎兄，你可知他这么做的目的？借刀杀人，让共产党在对敌斗争中不断消耗自己的力量，之后呢，又没有任何的补给，久而久之，就会趋向灭亡了。所以我们能上这个当吗？不能。陈毅同志向上级打了报告，得到批准以后，我们就放心大胆地向东和向北去发展，但同时呢，又不能被国民党第3战区指责我们说不听号令，破坏统一抗战。所以我这一路就一路打着诺西抗日挺进纵队的名义，一路向北，今年年初才到了江北。上个月，西边那场仗打那么漂亮，就是你们挺进纵队打的，对不对？啊，区区不才，谢某是挺进纵队的司令。司令啊！哎，云贵兄，但是我一到江北，我就听说了斗鬼团的大名，我一猜就是你的队伍，所以我打扮成这样，一来是想跟你开个玩笑，二来是想看看，你们斗鬼团这么大名，名不虚传吗？你们侦察能力怎么样啊？果不其然，我刚一到这儿就被你们给扣住了。谢谢夸赞啊！但是你别太得意，虽然你现在是司令，但我告诉你，
我张某呢是斗鬼团的团长。咱说正事儿啊，那你现在这挺进纵队有多少支枪，有多少人？我们挺进纵队大概有300多人，400多杆枪，打了2场小小的胜仗，这是军事层面。但其实我真正的目的是想联合像你这样的抗日武装力量，以点带面，积小胜为大胜，共同抗日，一起斗鬼，一起斗鬼，一起。哎呀，云贵兄，你知道吗？在这一场仗面前，咱们中国损失的可是太大了。我去年冬天在皖北，在一个小杂货铺里边，我说买一个烤红薯吧，刚一接过来，哎，我觉得这张纸怎么这么不对呀？我仔细一看，你猜这是什么？这是宋版的书，我一下就吓坏了。我问大娘，我说你这本书在哪？大娘说你要啊，你跟我来，给我带到了后院。你猜我在后院看到了什么？满满登登的宋元明清的善本书，而且就在墙角，还有大量的明代家具，都被砍碎了，准备烧火做饭用。实在太可惜了。所以建立一个新中国，驱除日寇，这就不是一句口号了，而是刻不容缓的行动。于峰兄啊，我呢有一个建议，你们挺进纵队呢想站稳脚跟的话，第一步要拿下三皇村。对，因为三皇村日伪的力量比较薄弱，另外拿下了三皇村以后，我们2个人可以联手，进而拿下西口镇、全州。这前2步啊，我是能看透的。这第3步，你得给我点建议。云贵兄，我理解你的困惑。在这么一个3不管的区域里边，抗日武装力量可以说是像雨后春笋一样多。那么统一的领导就会显得既艰巨而又危险。我同意。现在各路好汉的流寇思想还非常的严重，他们的打法呢还停留在摇旗呐喊、安营扎寨上面，所以对于现在的战争到底是什么，他们完全不了解。所以他们需要一个长期的、有耐心的思想交流。那蒋介石不是这么强调吗？抗日是政府的事儿，你们老百姓只要出钱、出粮就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片面的抗战政策，我们实行的是全面抗战，要充分发动民众的力量，这样最后的胜利才属于我们。当然，这2种政策未来是要长期斗争的。总之，于峰兄，你此来对我来说就是久旱逢甘雨。说实话，其实现在啊，对我来说，整训队伍让我觉得很头疼。除了这些正常的，比如说射击呀、投弹呐、刺杀呀，这些简单的技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运动战的具体的作战能力。那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技术战术合练，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就是游击战术，我也不太明白，也还在学习的过程中。这一点你得好好帮我。我义不容辞。说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在相持阶段，这场仗我们应该怎么打？绝对不应该硬碰硬，而是化整为零，马上渗透到敌人的侧翼去。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在这儿，围点打援的时候，我们攻坚受挫，不要跟他们再进行相持啊，这个才是我们游击战法，不是这种硬碰硬的堡垒战法。打这场攻坚战，我们打了有4个小时，但是敌人的摩托化部队马上就来增援，这个时候怎么办？马上调配到中路，去做好埋伏，判断敌人的来势。就比如说东西2路都会来这儿进行增援，那么我们就迅速的埋伏在2路，给他们打一个伏击。毛主席曾经总结了我们游击战法的16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就是游击战法，大伙儿听懂了吧？明白了。好。
先生，这是今天的发货单。我是亲眼看见那个赵工程师上的船，他是从公共租界的码头出发的。他说到了越南海防的时候会给我们拍电报。什么时候能运完？大概还剩120吨，应该到农历的9月初，10月上旬就能运完。不行，要提前。关键是，从浦东到浦西的那个环节太危险了，越拖越危险。明天，工程来见我，肯定是来催我的。你去找奥兰多，跟他说，中秋节之前必须运完，价格我可以再给他加10%。快去！不能再给他加钱了，他现在前前后后拿了我们50多万了。你现在跟他说加急，他肯定狮子大开口，10%他都不一定答应。你能运吗？行，我试着跟他砍砍价。但是先生，我们账上没钱了。你去联系，把法租界的火柴厂卖了。火柴厂？火柴厂不能卖，我们现在最赚钱的就是火柴厂了。你能运吗？那你想想，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柴厂卖了，我们就彻底断粮了。去，拿着这个去见奥兰多，跟他砍价。如果这个能抵10万块钱，那先不卖火柴厂，我们暂时还可以周旋。去吧。这瓶子能抵10万块钱？这个价格远远不止10万。船上这么值？不是先生，我去联系，把火柴厂卖了。先生，我快去，万福。阿爹，工藤君，阿爹，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在华江建信会下的同事古传清，还有他在这里教课。邓先生好。古川先生好。林女士好，杰子给你带来礼物。我先给的，请，谢谢。里面请。阿爹，我还有古川先生对新的泰来机械厂是无比期待呀。我也很期待。目前进度如何？啊，工藤先生，咱们新建的泰来机械厂呢，正在把老机械厂的一些能用的老机器进行拆除，然后再翻新、再维修，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然后就是要等一些德国的原厂配件到位，我们就可以继续工作了。其实最主要的是，田先生在德国新订购的大型的冲压机床，由于欧洲突然战事，这海运停摆，打乱了我们的计划。不过你不用担心啊，现在货物已经在海上了，一旦等机床到，
我们马上就开始安装调试。不过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些原材料突然涨价了。田先生正在积极地筹措新的资金，我相信这个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了。新泰来机械展，这个月底能开工吗？不能。阿天，你可是给我保证过，新的泰来机械厂1月27号中秋节就能开工的。那你还向我保证过，一定能抓住浦东肥皂厂的纵火犯呢？原来是这么打算的，9月27号中秋节开工，要怪希特勒，全世界都没想到9月1号他突然发动闪电战要占波兰，欧战爆发，我的机床给耽搁了。要不你打电话问问那小胡子，你质问他，他为什么不9月27号以后再发动闪电战呢？世界就是瞬息万变，欧洲时事的发展更是魔鬼轮转。不过呢，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合作的前景是越来越光明的。那当然。说实话，为了这个新的泰来机械厂，我搭上了我所有的流动资金，还变卖了一些租界的产业。你知道我的，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漂亮了。这个我太了解了。可阿天，既然咱们是合作，你何必孤军作战，避免造车呢？这位古川先生有很多资源，他愿意提供一切你需要的帮助。那请问，古川先生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デンさんは友人ですから隠す必要はありません。古川先生是华中派遣军入驻华中建信会社的军方代表，甲骨先生是他的副官。而且我知道你的脾气，所以我特意尽量为今天装便装，这也是他对你表达最大的尊重。古川先生今天来，就想确定新的泰来机械厂什么时候可以开工。如果今天确定不了，下次是不是就要穿着军装，带着士兵和枪来啊？田先生，我只是来履行我的职责。工藤，我们事前有言在先，平等文明的商业合作，这算什么？田先生，我是一名军人，其实对时间感兴趣，请明确告诉我开工时间。古川さん、私が話しますからね。阿天，我答应过你，工厂的一切由你自主完成。我一直在跟他们解释，你做事不喜欢别人插手，任何人不要去干预，直到开工那天，大家来一起来揭开口。可问题是，开工日期一拖再拖，而且你不要考验大家的耐心了。所谓夜长梦多。工藤啊，我们两个是老同学，10几年的同学，你了解我呀，你应该信任我。工藤さん、こいつは何を話しているんですか？何か隠し事でもあるんではないですか？工場に何か問題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我々が自ら実際に見てみる必要がある。そう伝えてくれ。阿天，你的态度让古川先生很不满意。他说：“你一个都要阿练他，如果是这样，他担心你的肠子很有问题。如果需要的话，他要去检查一下。”阿天，新泰来机械厂是我们华中建信会社的一个模范企业，连东京都在期待。开工竞赛那天，
新亚院东京总部还有会长联络部都会派要员出席。阿铁，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在帮你，扛着所有压力。好，10月12号，我查过黄历，黄道吉日，那天完成所有机器的安装，开业，试运行。10月12日稼働し始めるそうです。よし、わかった。一言为定。一言为定。じゃあ10月12日、我々もそのお披露目に参加しましょうや。なあ、お前も飲みたいか？いるか？な、一言为定，干杯，干杯！一言为定。哎，阿典呀，我记得上次和橘子来釜山是去年的中秋节吧？嗯，时间真的会改变一切，真的很有意义，值得庆祝。是。好，那今天就请丁女士为我们高歌一曲，好不好？我不会唱歌。那宫藤先生，丁女士五音不全，要不这样，我给大家唱一首我们家乡的小调，给大家助兴好吗？哎，貴様誰だ？上一次是我夫人节子为大家献唱的，所以今天就请丁女士为咱们唱我们日本的民谣《红蜻蜓》，你会吗？不会。我来教你。夕焼け小焼けの赤とんぼ。はい。夕焼け小焼けの赤とんぼ。夕焼け小焼けの我来吧。我会唱《红蜻蜓》，我来唱。晚霞中的红蜻蜓，请你告诉我。日本語で。日本語だって。お前は黙ってろ。简先生，我们现在是友好的合作着，新的关系，请务必要适应一下。日本的民谣用日文唱最合适。はい。夕焼け小焼けの赤とんぼ、追われてみたのはいつの日か。山の畑の桑の実を小学につったは幻か。事故でややは嫁に行け。おさだの頼りもたえてだ。夕焼
きこやけの赤とんぼ止まっているよさろ先焼きこやけの赤とんぼ追われてみたのはいつの日か。怎么样？见到老谢和傅凡了吗？见到了，他们跟我说三皇村那仗打得太漂亮了。他还告诉我，谢司令员愿意配合我们一起突袭西口镇鬼子据点，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镇上的日军不超过50个人，敌军的主力都已经调上前线了。西口镇靠一个中队的伪军维持，伪军的中队长是一个帮会中人，跟周边游击队的兄弟们合伙做组织生意。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这个，我就等着呢。哦。傅帆姐还说，谢司令员有他们的内部情报。什么情报？驻扎在西口的日军和伪军，中秋节的时候要调防，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想要跟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联合行动。这时候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行，得拉上葛占成，让他带着18支队，把咱们一起。那天我在门口的柳树底下，还看到一群孩子们一边唱歌一边玩游戏，唱什么“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灯装猢狲”，还有的唱什么中央军逃难的，18支队讨饭的，挺进纵队抗战。这我听说过。那天呢，我跟着葛占成在那儿聊游击，他说敌大则游，敌小则击。结果呢，这小孩子就在旁边唱这个，那没人认识他呀。你说他一个司令啊，这脸面往哪儿放？他气得不得了啊。他说如果再遇到日本鬼子的话，报告，刚从葛占成那儿回来，之前您跟他商量打鬼子据点的事儿，他想好了，他愿意带着18支队的所有兄弟听您指挥。好，听我指挥，把葛占成请来，还有老尤，告诉他们咱们要一起议事，准备中秋节行动。是。你这个枪拆下来好装吗？好装。战难，和议难，抗战可以救国，和平也能救国。如果确乎抗战可以救国，那我们可以义无反顾，肝脑涂地。可华北、华中、华南附属地区都丢了。蒋介石他的方法是不让我当皇帝，那就杀尽老百姓吧。可汪先生不是。你想干什么呀？你想升官啊，还是想发财啊？你还不了解吗，贺晨？我什么时候想过升官发财呀？我只是办了一份报纸，吸引同道，启蒙百姓，为中国开创一条光明的道路。那要我干嘛？出钱修路，还是出钱买沙子、买水泥？不用，这些周先生都已经安排完了。我就想让你理解我。的确，现在我的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的心没变，我还是坚定的爱国者。你始终是我的好朋友。你让一让，别挡着我。何晨，你能不能不看这个了？你说你的，我听得见。在租界，你对付日本人那一套，应付敷衍，很快就行不通了。我了解到的是，日本军方他不会罢休，还会逼你出来做事的。所以呢？所以你与其让日本人逼迫，为什么不堂堂正正的出来，跟汪先生投入到和平运动当中呢？国民党的6大会议已经开完了，最晚在今年底、明年初，就会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
到时候，华北的临时政府、华中的维新政府，都会囊括起来，换都南京。哎，你刚才说那个周先生是谁？周佛海呀，周佛海，对，就是出钱给我办报的那位。哦，其实是2号人物。哦，人家很欣赏你的。周先生写了一封信，想和你见面。当然了，人家汪先生也是很赏识我的。但是人家是头面人物，日理万机的，所以平时周先生跟我走得更近一些。周先生是想请你出来担任新政府的经济次长一职。何晨，哎，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事业想扩多大扩多大。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再直接去理那些日本人了。何晨，你给我个态度。我什么态度？我想说，其实你跟汪先生很像，风度翩翩，反复无常，革命戏子，政治尤物，轻本佳人，奈何做贼。你是这样看我的，何晨？啊，你怎么说我没关系，可是你不能这样说汪先生。你对他的态度我不认同。何晨，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苦口婆心的跟你说那么多吗？不知道。是因为我星期五没钱的时候，吃了你田家泰那么多顿饭，我有良心。哦，我再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汪先生在日本人心中的分量，成你容易，败你更容易。我今天是尽心了，你说的话我不会转告给汪先生，但是你的态度我会原原本本的反馈给周先生。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朋友，给我撂个底，周先生，你是见还是不见？见啊，没说我不见啊。我要是不见的话，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一番美意了？何晨啊，你早点这么说，不就没事了吗？亲本佳人，为何如此的扭捏作态呀？成，我心里踏实了。周先生的信，你慢慢看，我现在就给周先生回复去。今天没白来。哎呀。
田先生，这是最新一批工程拆卸清单。现在机器快拆完了，下一步您什么打算？机械厂的技术人员，我安排他们分批去重庆，他们会用这些机器把厂子办起来。那您自己呢？我可不想去重庆，去吃那个传说中的抗战八宝饭。你知道有哪八宝吗？除了陈年的糙米、稗子、沙子、稻壳、石子儿、老鼠屎、小虫子。这怎么还没电了？您不知道，这些时日，租界正在修电，普通人家总会断断续续的停电，有时街上的路灯啊、霓虹灯，能突然熄掉一大半，也就是在田府，还能日日灯火通明。大上海也快成黑暗世界了。李娇，你想过去重庆吗？同您一起吗？我在想，我去哪儿呢？去香港做义工，实在太无聊了。欧洲也开始打仗了，要不就去瑞士吧，做一个天涯孤客。谁知道呢？你有没有想过？堂吉诃德在挑战风车的时候，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形容他那句话怎么说的？头脑正常的堂吉诃德用处不大，风头风脑的他趣味无穷。说句不厚道的话，我倒希望堂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先生，咱家的供电针线坏了，维修人员马上到，我去盯着。万福最后一批货运完，你们一家子就离开，应该在中秋节之前吧？去哪儿，你们也商量一下。我们会陪您到最后，不会先走的。处平庸实在之地，行勇壮虚幻之事。你以为你是唐风们吗？我那个火柴厂很赚钱，
一要出手，马上好多人抢，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除了要给奥兰多的钱之外，还能剩下一大笔，你不用操心我。先生，我走了。组长，组长，总部几点？先生，日本人忽然冲进了咱们的机械厂，还剩多少机器？最后一箱昨天晚上已经运进租界了。最后一箱，最后一箱，全都空了，全都空了。老夫，好样！先生，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咱们的，咱们得想办法走了。去哪儿？喂，我是。哦，知道了。黄子明，是你说那个黄瞎子吗？对。我们一收到机械厂的情报，第一时间就做出了这安排。今天，现在就要撤吗？对，立刻。秦先生，您现在坐车到南京路的华贸饭店，到了饭店，有人会在后门接上您，从那儿去16铺码头。具体的细节路上再说。小子，你们有多少人？除了我，还有别的几位帮手。但田先生现在不要惊动任何人，我们先走。黄先生，我走了，万福他们怎么办？我们先送走您，我代表军统上海站向您保证田家所有人的安全。现在，哎，那我那些相机能都带走吗？先生，工藤带着古川来了，还跟着好多日本便衣，咱们家的前门和后门都给围起来了。
丰臣秀吉有句名言：“杜鹃若不叫，便要使他叫。”杜鹃我知道，丰臣秀吉是什么鸟？おいこの野郎！おい何言ってんの？这个人很不懂礼貌，能让他先出去吗？天上，他是军人，不懂社交礼仪。我们还是回到正题吧。你辜负了我，欺骗了我，你还欺骗了大日本皇军，你让我极度为难。这也是我能给你争取到的最好的情况。要不是我苦口相劝，他们会以抗日分子和破坏上海经济的名义，直接把你抓进宪兵队。我在法租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就那么容易随随便便的抓我进去吗？ばっかり言うな。それをどうした？我々にとってはみんな同じだ。简先生，你把泰来机械厂全部分拆运走，不仅背信弃义，更是严重的犯罪行为。我们还有确凿证据，能证明你在半年前掩护了1名共党抗日分子。军方已决定接管所有华界的电视企业，你必须改过自新，这是你的最后机会了，仙子。洪腾，我是你同学，你了解我，这样穿着军装，挂着军刀，来胁迫我很难接受的。我知道你的个性，你对我不满，才戏弄我。但是，绝不是存心破坏这种乡邻友好和经济体协，对吧？现在你已经保护过我，不能再开玩笑了。顾川先生，继续看我的面子，也确实认为你是经济人才，所以他才劝救了军部那些激进分子，他们暂时不会对你做什么，所以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拿出你的诚意，积极加入我们了，把你自己的资金、资产都投入进来吧。你相信我，统计经济只有它的迷人之处，我们会一起把华中轻工业会社做大做强。这些不愉快很快就会过去，我们一定要放眼未来，没有别的可能了。统治经济自有它的迷人之处，你未免把振兴会社和统治经济说得太好了吧？据我所知，日本财团已经不愿意再投钱了，就是因为他们嫌军方干预的太多，嫌战争总是打不完。那我会愿意往里投钱吗？今天如果我担任了这个职务，在中国人看来，不仅仅是落水，我还要继续往里投钱。我已经亏了很多了，我的家产都变卖的差不多了。我之前之所以那么做，就是不想让我的家财全空。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说，我只想做个生意人，让我转到香港去欧洲，放我一条生路。不行，绝不可能，丁家代，你的所作所为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生意人了。如果你不坚持，我们会把你投入监狱，你的生死我们无法保证。好，给我1天考虑时间。绝不可以。吴能，我们俩是同学，我是中国人，我要做这些，也需要时间来缓冲一下。另外，今天是中秋节，我查过皇历，除了赏月、吃月饼，诸事不宜，能否通融一下？
中国人にとって中秋の名月のこの日はとても大事なものです。時間をやってくれませんか？我给你1个小时考虑，我们在外面等你。如果今天拿不到你的签子，我们不会制作外面的宪兵队。我保证一只鸟飞进不来，飞出不去。阿姐，1个小时后见和现在遇见有什么区别的？人の家だぞ。少しは気をつけろ。はい。哎，在别人家打坏东西，最起码应该说声抱歉吧？抱歉呀，田先生，交个真太不小心了。谁碰的，应该谁道歉吧？宇田川君、同じ大事に謝るわけにはないでしょう。この野郎！你忘了自己是谁了吧？我知道你很骄傲，所以一直让你上分，不是因为喜欢你，是因为是说你让你办事，成本比较低，和你要识时务。这到底是谁的家？到底是谁的土地？你睁开眼睛仔细看看，不要被骄傲弄晕了头。你不觉得一个猎物跟猎人聊尊严是很可笑的事吗？现在重要的是服从。嘿。田先生，8瓶钱回头正式会是会赔给你，中秋快乐。小叶姑娘，来，你们小队的。好，谢谢。还有月饼吃呢。来，咱们医疗队的。好。来，你们小队的。好。吃月饼。又到中秋了，大家都有吗？都有。谢谢。发什么愣呢？想起松坡战场上那个中秋节了，还记得之前我跟你说过吗？有人用菱角做月饼馅，那是我的勤务兵，叫孔二包。这小子不会打绑腿，那天晚上我帮他打的绑腿。之后，我们拿着月饼都站好里边，跟战士们一起看着月亮，每个人唱着自己家乡的小调，最后我们一起唱《满江红》，一起。现在他们都不在了。那天晚上跟今天很像，也是大战之前，很平静，也很不平静。但唯一的区别就是，今天晚上没有。
爹，别看了，这云厚的，估计这月亮是出不来了，说不定还会下雨呢。昏雨成风，分化空，路也难通，心也难通。满堂唯有烛花红，悲且从容，歌且从容。夫人，哎，回来了。哎，万福啊，哎，田先生呢？他不是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中秋吗？啊，田先生在主楼见客人呢。哦。黄匣子来了，本来是今天晚上要接田先生去重庆的，结果日本人来了一大波，现在把田府上上下下都给围了，黄匣子他们也给困在楼里。不是先生，您怎么过来了？我跟太爷约好了，一起过中秋嘛，得来呀。他是个人。哟，田先生，快来快来快来，上座上座。备了一壶老酒，几个小菜，咱们一块儿过中秋。一会儿一起赏月。好，可惜啊，我看今天这个云总是散不去，怕是今晚的月亮出不来了。那咱们打个赌，今晚的月亮一定会出来。好，谢谢您。来，太爷，来。田先生啊，最近听没听到江南抗日义勇军的新消息呀？还真没顾得上。哦，上次啊，他们炸毁了许树关的铁轨。哦，这次啊，又在虹桥烧毁了4架日军飞机，有勇有谋，国魂所在啊！在敌人控制的核心区域也能有效的出击。老朽越来越觉得我们必胜绝不是一句空话。愿闻其详。啊，现在呀，日本鬼子啊，攻也攻不上去，守又守得艰难，泥足深陷。只要我们中华男女老幼团结一心，咬牙苦熬，熬它5年、8年、10年，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苦熬5年、8年、10年。太爷，我已经熬了3年了，您觉得我还能熬得住吗？熬得住啊，守得云开见月明啊。可是熬也得有熬的本钱呀。怎么没有本钱呢？人活着就是本钱。好，这话说得好，活着就是本钱。太爷，每次到您这儿来，都获益匪浅。今天呢，咱们也算一起过了中秋了。我那边还有事儿，我恐怕等不到月亮出来就得回去。来，喝了这杯酒，我就告辞。哎呀，这来，来，好。田先生，这月饼还没有吃呢。哦，对，要吃月饼，要吃月饼啊。告辞了，太爷。爹，我们去送送田先生。田先生，先生，怎么办？重庆去不了了。那你有什么打算吗？什么打算？我很简单。今天来之前，想告诉你一件事：今天晚上收拾好东西，尽快离开田府，不要那么不相信。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天时若大家也，
家兄拼尽一生心血创立的，不能因为我全搭进去。我之前觉得我跟那些落水的人、投亡的人不一样，但是我高估了自己，只不过是50步笑100步。赶紧收拾东西，不要惊动太爷，尽快的离开汉奸的家。田先生，中秋吉祥啊！中秋吉祥。田三，是剪好了吗？还没有。我想，这么重要的仪式，最好要当着你们面签，万无一失嘛。是，这。这，这。哎，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什么事儿？他没跟我道歉。为什么是道歉啊？他刚刚打坏了我的君子兰，他没有道歉。不是已经道过歉，答应给你赔钱的吗？啊，不，是他碰坏的，应该他道歉。你是要赵谷先生给你道歉？啊不，我现在不想让他道歉。我能打他吗？打？只是为了君子兰，有这个必要吗？有这个必要。你一定欠他吗？一定。我养了好几年的君子兰，他给我碰坏了，还不道歉，我实在气不过。我要打他，我要抽他耳光。你要不让我打他，那这个字我就不签。田先生，你要像小孩一样就想出这口气吗？对。我々は今日任務を終わらせる。角谷、訓令だ。頼んだ。はい。你站过来。大队。大队，しっかり立て。立て。しっかり立て。しっかり立て。立て。しっかり立て。しっかり立て。阿姐，我やめろ，やめろ，やめろ！陈家泰，在杀我们呢！你才看出来吗？我就是在耍你们。しっかり立て。这个野郎啊！阿姐，姐，你会死的！老同学，我告诉你，我根本就没有打算签这个字。你
在侮辱我，你在侮辱我们帝国军人。是。我知道，马得。你们也知道侮辱啊？啊？开枪打死我，向你们的上级汇报，你们受到了侮辱。士可杀，不可辱。你们不配杀我。简家泰，站住！继续。各位长官，我知道个事儿。昨天日本人来之前进来那几个人里边有一个人，我之前在后院见过他，他以前专门来看望过孟万福一家。他长什么样？他这儿有他爸。我是一直看他们家不太对劲。你说他一个厨子，老婆给田先生读书，他老爷子整天满口的知乎者也，哪像一个厨子他爹呀？可偏偏田先生还挺看重他。后来田先生不让他当厨子了，七哥走了以后就提拔他当了跟班，让他到处跑，说是做生意，但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哦，出事之前，田先生还专门来了趟后院，跟他们家一起过了中秋。他说的脸上有刀疤的人，就是抗日锄奸团团长黄子明。看来田府上下和黄子明有联系的只有孟万福，是不是说明孟万福是军统的人呢？黄子明是谁？黄子明是张云奎的部下，过命的交情。那孟万福呢？孟万福也是张云奎的部下。张云奎是谁？87旅少将旅长，淞沪抗战时率众歼灭数千日寇，我儿子死得其所。你儿子是谁？张云奎。那孟万福呢？
孟万福是我的儿子，张云奎、孟万福都是我儿子，他们都是抗战爱国的好男儿。这个疯疯癫癫的老头子说他儿子叫张云奎，那有没有可能孟万福就是那个少将旅长张云奎？张云奎，对，淞沪会战时违抗军令、生死不明的少将旅长。孟万福和黄子明熟了，黄子明的上线是铁树，所以说孟万福就是张云奎，也可能就是铁树。下一个，你就是孟嫂吧？啊，是这样啊。这把剑是从你屋里搜出来的，你们怎么会有这把剑？你男人孟万福当过兵？他只是个厨子。孟万福，孟万福，可你爹刚才说他的儿子叫张云奎。夫人，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我没事。不是说要把我们分开什么？你怎么能进来呀？宪兵队那个马江天故意把我放进来的。他跟我说，怎么打个案子一定要有人背锅。但是现在那个黄子明跑了，他就拿着那把剑问我：“你到底是万福还是张云奎？如果你是万福的话，你活不了；但如果你承认自己是云奎，那你对他们来说就还有价值，没准还能活。”为什么呀？我也没有想明白，但是这至少是个机会。我现在就把云奎的情况都告诉你，你能记多少记多少，然后你就见机行事，好吗？这样看来，我的推测都是正确的。孟万福就是那个铁树。如果孟万福就是铁树，天府发生的一切就都能解释通了。军部要利用田家泰，军统要利用田家泰。对，本来铁树潜伏在田家极为安全。田家泰按照铁树的指示，把机械厂拆分开来运出上海，结果被古川发现制止。田家泰左右为难，选择自杀身亡。黄子明那帮人开枪射杀了古川之后逃走了，可孟万福没有跟着一起走，就是因为他的父亲还有老婆孩子都在田家，所以他只能装成厨子，蒙混过关。有道理。孟万福这个线索很重要，我需要把他们一家带回红果宪兵队司令部进一步审讯。我要求立刻办理相关引渡手续。我不同意，这不符合规矩。一个厨子，一个老爷子，一个女仆，能跟军统有什么关系？大金先生，田先生是法租界的人，发生了在法租界的凶杀，不能出了法租界审讯，否则租界的面子、里子都没了。齐斯菲尔路76号是越界筑路的地方，如果在特工总部时，就不算离开法租界了吧？这倒是个折中的办法。我看这件事儿就交给76号来处理吧。就这样吧。好，我们告辞了。
我刚刚接到金崎中佐的通知，你们组已经并给继续留和他工作部了。你带这个案子过去吧。科长，那这个案子不就成人家的了吗？那他老婆怎么办？要不要先把他老婆放了，看他跟黄子明联系吗？我们放长线钓大鱼。你看着办吧。哎呦，我来。打了个大胜仗，怎么还愁眉苦脸的？汪精卫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皇村的时候，何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想来袭击我们，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敢动手。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